他是电影史上最冷酷的杀手，一个真正冷血而恐怖的恶魔，没有任何道德束缚，真正的不择手段，真正的恶贯满盈。人命对他而言毫无意义，猜错硬币就足以成为杀人的理由。极端的冷酷和残忍，即使是他的同行和雇主也畏惧三分。这便是老无所依中的经典反派安东·齐古尔。故事起源于德州的某个边陲小镇，越战老兵莫斯正在野外打猎，没想到却意外撞见一个黑帮火拼现场，双方所有人员全部中枪身亡，车上装满了一整车毒品。从现场的情况可以看出，美国和墨西哥两方毒贩交易没谈拢，最终爆发冲突，酿成了惨剧。不久后，莫斯又发现了另一具毒贩尸体，旁边还放着一个手提箱，打开一看，里面全是钞票，而且足足有200万美金。莫斯激动坏了，穷困潦倒一生，今天竟然中大奖了。于是他便毫不犹豫地拿走了钱箱。莫斯知道想吞下这笔钱非常危险，回家后他立刻叫老婆收拾行李，先回乡下跟他母亲住一段时间。晚上，美国毒贩的中间人带着杀手来到了火拼现场，因为丢失了200万美金，他们便想雇佣杀手将钱箱找回来。毒贩在钱箱里放了一个定位装置，而这个接收器则能接收定位器发出的讯号。杀手将接收器放进口袋，然后又叫他们递手电筒。因为不想有人知道他的行踪，杀手竟然将雇主的人干掉了。更重要的是，他可以将这笔钱据为己有，可见这名杀手不仅冷酷，而且头脑也精明的可怕。莫斯带着钱箱来到一家汽车旅馆，并租下了138号房间。看到墙上的通风管道，他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，将栅栏取下来一看，里面果然有着很大的空间。于是他用绳子绑住钱箱，然后再用棍子推了进去，而且还特意推到了拐角处。随即他来到枪支售卖商店，买了一把火力威猛的霰弹枪，并顺便要了一个露营的帐篷。回来后，他用锯子将枪管锯断，这样正好可以放进自己背包。紧接着他又找到房东老板，说自己还想多租一个房间。从旅馆房间结构图上来看，38号就在138号正对面。莫斯便租下了38号房。来到房间后，他立刻打开背包，将露营用的铁管拼接起来，然后又剪断几个挂衣架，做成一个钩子固定在铁管上。这时杀手的接收器响个不停，说明钱箱就在附近。他循着信号慢慢寻找，很快就找到了汽车旅馆。杀手先租下一个房间，又脱掉自己的鞋子，随即便拿着家伙出门了。因为穿着袜子，一点走路的声音都没有。莫斯将铁钩伸向钱箱，准备将它拉到38号房间，但摩擦的声音有点大，立刻就引起了杀手的警觉。他停在138号房间仔细聆听，里面果然传来了奇怪的响动。杀手拿出喷气枪，对准门上的锁芯。杀手冷静地关上房门，仔细观察着房间的一切，然后又朝木板开了一枪，防止有人冒出来偷袭。厕所果然冲出来一名男子，可惜杀手眼疾手快，很快就将他射成了筛子，但他的枪没有装消音器。对面的莫斯也听到了枪声，他知道必须得尽快离开了。杀手提着家伙慢慢走进厕所，没想到里面还有一个死胖子。胖子卑微地向他求饶，说的还是西班牙语言。因为厌恶鲜血，杀手用浴帘挡住胖子，然后毫不犹豫地杀死了他。这群人是怎么找到这里的？看来他的雇主脚踏2条船，将接收器交给他的同时，又把他委托给了另一伙人。杀手在房间四处寻找，最后终于注意到了通风管道，打开后里面却啥也没有，不过管道上有清晰的划痕，钱箱应该已经被人拿走了。美国毒贩老大感觉杀手不服管束，于是又叫来他的同行威尔斯，并委托他去帮忙找回手提箱。四处逃跑的莫斯又来到了一家酒店，睡觉时他始终想不明白，自己行事已经如此隐蔽，为何两伙人都找到了他？难道钱箱里有猫腻？仔细检查一番，发现了1沓1元的钞票，里面藏着一个什么东西，拿出来一看，竟然是一个定位装置。这时外面传来奇怪的响动，谨慎的莫斯打电话给前台，可对方始终没有应答。他赶紧拿出背包里的霰弹枪，然后将枪口对准了房门。有人似乎来到了他门口，莫斯立刻打开了安全栓。莫斯提着钱箱拼命跑出酒店，然后又拦下了一辆卡车，结果才刚上车，莫斯压低身子操控方向盘，可杀手的子弹就像雨点一般，车子很快就失去控制，撞上旁边的汽车停了下来。他赶紧下车，然后找地方躲了起来。杀手以为莫斯已经死在车上，便走出来确认他的尸体，但车里只有司机一具尸体，而且地上还有很多血迹。狡猾的杀手立刻提高了警惕。莫斯提着霰弹枪疯狂扫射，直接将对面的汽车轰塌在地上。不过杀手早就跑了，从地上的血迹来看，杀手刚才被他打中。莫斯开着车子来到美墨边境，提着箱子，一时不知如何是好。这时对面走来几个年轻小伙，因为自己浑身是血，他便出钱买下了一个小伙的外套。来到一个僻静的地方，
莫斯爬上旁边的护栏，将钱箱从铁网上扔了出去，钱箱掉进了下面的草丛，绝对不会有任何人发现。随即他跨过边境来到了墨西哥，不过现在他已经身受重伤，必须尽快到医院里救治，因为身上带的钱多。第二天他请当地人帮忙，将自己送到医院里疗伤。杀手的大腿也受了重伤，不尽快处理可能会感染。杀手的身份不允许他去医院，于是他想了一个简单粗暴的方法。杀手从衣服上剪下一块布条，然后塞进油箱浸透汽油，用打火机将布条点燃后，便大摇大摆地走进了药房。借助爆炸造成的混乱，杀手直接冲进药房开始了零元购。随即他用抢来的医疗器材给自己的伤口动起了手术。他先给大腿注射一针麻醉剂，再用开水给镊子消毒，将大腿里的弹片全取了出来，最后再用绷带做好包扎，手术就顺利完成了。可见杀手不能只会杀人，还得掌握医疗急救技能。当莫斯在医院里醒来时，威尔斯竟然找了过来，他建议莫斯将钱箱交给他，这样就能确保他的安全。好不容易得到这么一大笔钱，莫斯当然不肯就这么放弃。威尔斯却认为他最后肯定会妥协，以为钱箱已经是自己囊中之物，没想到杀手竟然找到了他。威尔斯不断跟他说好话，试图争取一条活命的机会。这时电话响了起来，来电话的正是医院的莫斯。杀手威胁他主动交出钱箱，否则就杀掉他老婆和岳母。莫斯一听非常气愤，当即就决定干掉他。他回到草丛捡回钱箱，然后打电话给他老婆，约他来某个汽车旅馆见面。莫斯计划让老婆带走钱箱，自己再专心对付那名杀手。杀手则用空气枪打穿锁芯，提着家伙直接找到了他的美国雇主。因为他的雇主不讲原则，竟然将同一个任务委托给了3拨人。随后他佯装汽车没电了，拦下了一辆送机的货车。货车司机是个大好人，非常热心的准备帮忙。杀手却毫不犹豫地弄死了他，因为他需要换一台新的汽车。莫斯早早来到汽车旅馆，却碰到了一个主动搭讪的女人。这个女人是做特殊服务的，不知道莫斯最后有没有把持住。当警长赶到汽车旅馆时，那个女人已经死在了泳池，莫斯也被杀手干掉了。晚上他老婆才赶到这里，可惜一切已经来不及了。莫斯的钱箱藏在哪里呢？警长回到旅馆仔细搜索，发现通风管道的栅栏被拆了下来，他猜测钱箱肯定被杀手拿走了。几个月后，莫斯的岳母也去世了。回到家后，他老婆非常伤心，没想到杀手竟然早就潜了进来。他说自己并没有拿到钱箱，杀手却说那已经不重要了。随即他抛出一枚铜板，要他猜出铜板的正反面。莫斯老婆果断拒绝了，因为他知道无论结果如何，最终他都会杀掉自己。当杀手出来时，他习惯性的看鞋子有没有沾上血迹，说明莫斯老婆已经被他杀掉了。可就在他开车离开时，杀手踉跄地爬出汽车，然后在路边坐了下来。他胳膊的骨头都被撞碎了。2个小伙正好撞见这一幕，于是便好心地问他怎么样。杀手却说要买下他的衬衫。男孩赶紧将衬衫脱下来，并打结做成一个环，将他的断手吊了起来。杀手则拿出了一张钞票，男孩不好意思要，杀手却执意要他拿着，因为他是一个坚守原则的人。最后他就这样从容不迫地离开，自此再也没有出现过。故事到这里也就结束了。